现在准备进入游戏画面，叫做生存代码，那它是英文名叫做 Nestic。这个在 Steam 的游戏有出现，那目前是抢先体验的阶段，所以这边可以去 Steam 下载，大概是136块台币就可以试玩一下。那目前有开放3只角色，那现在挑战的是每日挑战。那每日挑战，目前你看到的角色就是第3只角色。那它的特点就是有雷射、有脉冲，然后伤害溢出的时候会造成额外伤害。这边要跑点啊，要记一下它的那个这个金色光点，那是它那个晶片，左下角有个核心代码，对吧？核心代码，这个是可以获得它的金钱。金钱在正下方，有个编程，编程旁边有个金钱。那你每升等也会给你200块。踩点的时候会根据大小来决定给你，比如这个最小的，一开始给你50块。不过我这边有升级了一些东西，升级一些技能，所以它才会变多。这个也变多，越大的话数量越大。这边会显死亡射线的，死亡射线是加射程。它一开始的时候建议以运营为主啊，一开始小怪比较弱，所以这边都可以到处跑点。我这边给它称为跑点。然后这个大的拿完之后，要直接往右，然后这边选木马病毒，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叠加超什么，超载日超能，有没有注意看？我等一下再看一下。我在实际上玩的时候，我都会忽略那些东西。在这边选那个提取数据，就是左下角数据爬虫。数据爬虫就是一开始你踩点的时候会多给你10块，每1级加10块，然后每5级所有的技能每5级都会有个质变，所以尽量以5级为主，少部分的核心技能才要上到10级。那如果不点到5级，那不如不点。这边顿下来，它的点就只有左下，然后到中间下方，然后再到中间有3个大的，然后再到右上有3个，就固定这几个。这边一样，超频呢，木马病毒，有木马病毒，它的核心技能是木马病毒跟攻击距离，所以这2个一定要优先选。你看我在那边在等，我在等左边那个，因为我点踩得很快，它恢复的比较慢。然后右下角是 DPS， 也就秒伤了。前面的话建议前10等都是以那个获取这个代码的数量，数据爬虫。5级之后就可以不用点了。建议跑第1轮的时候凑到5级，第2轮的时候就可以。然后这只一开始的输出非常够，所以不用特别着急的去增加技能，当然也可以啦。你看马蛋哥，大概在第1轮清完踩完点之后就准备了。这个一开始是固定的，穿虫雷射一定要选。它有2个，因为这个一开始它给你600块，蓝色的是卖1800，它一开始给你600块，很便宜，就一定要拿。第2个一定要拿最佳化，最佳化是减少它的那个冷却时间，它的技能会有空窗期。如果你有最佳化的话，可以去叠它的冷却时间，而且最佳化基本上不会卖给你，它只有在最前期跟最后期才有机会。而这边就直接选时间转化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他的，比如说节点的技能啊，
加1点伤害的技能呢，在前面很有用，可是，在后面基本上是没有太过于在意这个输出了，就不需要这么多输出，前面伤害够刚好就好。然后你看到那个它有个圈圈，就是那个超品，这边声音超品。然后木马病毒还会再给它叠，你看那怪物的右下角有个叠层，那个就是它的超频，每1点超频就是1点伤害啊。它只要触发，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消失，会减半，它减半之后会造成全额伤害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核心的输出啊，就是这一只主输出来源就是这边，你看这边跑得非常快，还要闪掉了。大概在4分钟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大只的，就是大只的，就是会自爆，可是它自爆不会消失。具体的怪物这些可以在一些新手教学的关卡，或者是我们在一般玩那个练习模式的时候，或者是主线任务的时候，就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怪物大概是怎么样子。基本上有些怪物是第2章节出的，第2个地图，第2张地图。然后这只像这个怪物左上角那个怪物就是第2章出的，然后这个是第1章，特别是跑速快，这个时候就直接转化器了，数据爬虫只要5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有2000块，我用了超频脉冲啊，就是要补输出了，它的输出就是要用更多的脉冲或雷射，所以这2个一定是优先的。然后我看到右边有个最佳化，所以我就先存一下。这边占领之后把最佳化拿出来。最佳化是放在最前面的，还可以减少你的消耗时间，减0.15秒嘛，很多哦，可以算作10几%哦，20几%的那个时间减免。这个很重要概念，因为你的技能释放的越快，你消灭怪物的效率就越高。因为这些怪物，全部的怪物都会朝向你的方向进行包围，而且有时候你在占领的时候，它突然冒出一只大只，比如说这只对不对？大只的，你需要足够输出。要不然你看右下角，我的那个输出已经爆棚，已经开始爆表红字了。红字就是你的输出已经爆了。DPS 嘛，你的秒伤已经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转，然后这个死亡射箭点到5等就已经质变了。那它作为核心技能，就要点到10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每次发射的时候都会折射，就会透过那个怪物继续再发送这个雷射啊、脉冲啊。那你的射击的距离只要越长，那它就更容易打到对手。它只要一直打，它就会无限延伸。哪怕你的视角没有怪物，它都会无限打。所以你会看到我有时候画面没有打怪，右下角一直在跑 DPS， 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在后面会越来越夸张。这个一样跑点，跑点就是一个循环，就是知道方向。这边是看个人，你喜欢怎么跑就怎么跑。我自己是这样子，椭圆形直接从左下开始跑到右上，做一个循环。然后路过的时候，因为你刚才那个输出一直折射打到这边的怪，所以你看到地板上有一堆经验值。这个路过的时候可以捡。不过这边要提醒的是，前面优先跑圈啊，因为这个关卡其实是有限时是25分钟就会开始出防火墙，所以你需要大量的经济来源。当然你升等也可以，这边继续用齿轮射箭把它升满。当然你可以继续用升等的方式去换取金钱，升一等200块，但是等级给你的其实不多，不小补但不多，主要靠前10几点的那个数据爬虫去拉一个跑圈。你点到10级对不对？65的那个数据爬虫是65，每一个多65，那你一轮可以跑大概
9个，我计算9个，应该可以9个吧？这个地图应该有9个这个核心代码，9个核心代码就是500多了。你跑一轮500多，一轮也几分钟而已，所以你的经济会直接直线输出。但是在点高就没用，因为后期已经不缺钱了。你看我叠到这么多钱，我都还没买装备，输出已经溢出了，对吧？所以这边适量就好了。你看这边占你的时候，它突然跑到一个核心，这个血多，所以你前面那个装备如果买错了，或者是还没调整好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难度，但不见得不能通关。你可以直接强制过它，就是突破它，赚到它没关系，只是会扣生命值。生命值怪物它通常都会掉一些补血包啊，帮助你回血，但是这个几率比较低。一样先点死亡射线，地板上的圆圈就是它的超频，那超频就是它那个圈圈的范围内，只要有敌人碰到，它就会给它叠层，所以那个是可以放心去踩。然后你看到每一次都会折射，右下角的 DPS 一直在上升，每次折。它折射的时候啊，它会根据你的血量，根据怪物的血量来决定说会不会触发额外的伤害机制。它只能一次打1发，可是它有额外的伤害机制，就是你的伤害只要溢出就是超过这个怪物的生命值很多，它就会完成判定触发。那触发也是有冷却时间的，可是冷却时间非常短，所以核心思路就是玩这一只的时候要把它的被动，我们第2个算被动好了，因为它毕竟是你打到怪然后才会触发的嘛，不是主动去打的，所以我就说它被动。它被动的话就是要建议以最低的冷却时间，基础是100吧，那你可以慢慢把它降低。然后地上那个有个叫时间的东西，那个是时间暂停。时间暂停它可以让怪物停止大概3到5秒之间，可是目前是不需要。前面的话，怪物都可以秒杀，或者是轻松拿下，所以不需要。那个可以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再用掉，最后一刻再捡起来，拖一点时间了。人家存了5000块，直到现在输出还是溢出的状态。他说了那个308的那个第3阶段的强化怪物没有把我打掉，他就挂掉了。它怪物有分几个颜色啊？蓝色是最弱的，再来是红色，红色血很厚，血比较多，再来才是金色，金色的话血是最多的。它分了3种品质，然后那个菱形跟这个类似圆形的这个怪物啊，这个怪物也有分。你看这个菱形的日军，这个尖尖的啊，这些怪物跑速很快，撞到你的时候伤害是4点。然后那个圆形的怪跑很慢，可是你要小心，它撞你一下是10点。然后那个金色球，看它一开始都会给你出很强的金色。那这个金色球它也是一样，它是血量最多，可是它的弹道攻击力都是一样的，跟你那个遇到1发啊2发都是一样的。那它1发子弹打你10滴，连续吃的话会连续扣，所以要小心，不要一直吃弹，在考验走位。这个你在踩这个核心代码的时候，可以在角落踩。然后你看到打到一半的时候，那一只炮弹为什么突然不打了？因为它已经被那个弹射超频弹射已经弹到挂掉了，所以这只很强势的点在这边，很强势的点在这边。正常在这边会被包围，可是你在右下角，我的输出一直在爆，我哪怕我都没有打到，我都一直有输出，因为你只要打到一只，它就一直叠，然后怪出生的时候就会刚好暴露在它的那个枪口之下，好像无限点。你看刚出来那个红色的那个炮弹，好像不是炮弹，好像是炸弹吧？就这样子突然消失了。
这边那个范围超频很重要，然后追踪脉冲也是。现在的思路是先补充伤害，你可以看到我那个伤害一出时，那个我把它当做被动，它的毫秒非常低啊，搭配技能可以低的很多很多，0.1秒、0.2秒发一次，然后都给它蓝色，两个最佳化扣了0.3秒，这很重要。上面的技能主动技能不重要，它就是为了叠你的超频，所以范围超频拉到最后一定要叠的。你的超频数越多，它过一段时间会减半，并且造成全额伤害。就是比如说我超频100，过了5秒，过了10秒，它会扣怪物的血量100，之后再变成剩下50超频，而且可以继续叠。所以你看到有时候那些怪物血量突然爆炸，突然爆300滴、400滴、800滴，就是这样子。这边就看个人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今天刚玩，没有研究太久，就玩了很多次而已。就是选了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的。现在的我的思路就是叠超频的次数，所以要一直打次数，一直打那个弹射。你每次打弹射的时候，又会触发被动技能的那个伤害溢出，对就可以了。这个我买这个其实主要是为了这个减毫秒，减1秒，减0.1秒。那个伤害过高，其实没有太在意。这个有心人可以研究一下。好，这边接一下。渐进序列是什么？渐进序列就是它可以一次有三个炮管啊，按照顺序。对，然后这样子把输出拉起来，输出最大化。那它有分紫色跟金色的线，紫色是主要的线，金色是支线。支线是不会扣超过紫色的那个时间，就是它不会同时占用它的时间，所以你的2个时间刚刚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它的思路是这样。然后这回血一开始先不用减，这个都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才使用的。你看这边跟着音乐在抖动，一只猫有点那个迷的感觉。然后这些满了之后那个距离非常长，所以这个输出也是最大化的时间。第二个最大化就是要把那个木马病毒叠满，把它超频叠满。每打一次就叠一次，所以你看我开始就是凑数量，打到怪之后再继续弹射，弹射之后又触发被动，被动又继续弹射，而且被动可以是无限叠的，就是只要它血量足够的话，它可以一直叠，一直叠，一直叠，打到一只身上，打到同一只身上。主要思路就是把木马病毒点满，跟那个攻击距离点满。前10等就是以运营为主，而运营的方向我是以金币，以那个代码获取这个代码，就是那个核心代码。每占领一个，我点了5等，每占领一个就多65，一轮就是多500多，所以你看我的金币有很多。这个要闪子弹了这个优先集火这个也要优先打掉，你不打掉它会一直存在，它会一直追你，远距离你一直躲，不如先把它收掉。现在输出是刚好可以把它收掉。然后踩完之后，地图那个你看刚才打的那个都没有点，因为那个是随着地图打的，就是你没有看到他在哪里打到的，他就已经挂到这边。如果你换别只，应该是打不到这么远，你就看到一堆怪一直在包围你，会有压迫感。现在就是一直捡经验，一直捡经验，然后就朝下一轮前进。这边其实可以捡很多也可以不捡。看你侧重在
装备上还是你的等级的技能。等级技能就左边那个等级的技能，它那个装备就是你那个编程，那个晶片，看状况去做。你看到右下角一直输出，然后一直没有关，一直弹射，一直弹射，一出来就被弹。正常来说应该会有怪要包围你，结果还没出来就已经挂掉了。所以这边经济很好，运营很好。你运营的过好的话，那输出溢出，刚好这一只角色的特点就是输出溢出的伤害爆棚，所以就是完美的运用它的特性，你就可以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操作。这只我本来会觉得说，它好像应该没有比第一只新手的那一只，那只豹吗？那只豹好像一般般。比那个豹一般般，因为那个豹可以一直用那个环绕伤害嘛。可是我看到这个，哇，隔地图直接输出，整个人都跳起来，看他眼神不一样，很期待后来会出的那个新角色，有4只新角色还没出啊，现在是测试版。但是已经有一个很强势的角色，已经很强势了，所以其实不错，体验是不错的。这个也不需要花很多钱去体验，因为在Steam就买到了，而且是买断制，没有什么额外的 DLC 还是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个是大家都会有的那个怎么说技能吗？或者是角色，不会有人说哦，我花钱就是有这个东西，就是这样当平衡，平不平衡我不知道，因为有些角色像第2只风暴那一只，我就没有玩懂，它，所以没有玩的。可是这一只我第一只就上手，因为一开始新手训练那个第一只的时候，它会让你跑主线嘛，你跑主线你才有办法玩下一只，就一定要熟练它。但你熟练它之后，你就发现说，这只跟它的差不多，概念差不多。所以那个训练营，我推荐大家都去跑一下。不过这只的训练营有试了一下，没试成功，我就没有再继续试。就是你大概知道实战概念就好。有些训练营的东西不会用在实战，所以这边就看个人研究，或者是有人分享出来说，哦，这个东西可以这样打这样子。32等，随时要注意右上角时间啊，输出你自己知道说，哦，这边刚刚好就好了，就不用太在意那个右下角输出，因为这边都是过渡，那你的钱啊、时间啊，自己注意这样子。通常你在跑圈的时候就顺便看，然后点经验就这样子，为最后一刻做准备。前面都只是为了后面铺垫那个，前面都只是为了为后面铺垫而已。你看他还被撞到，高速啊！他不定期直接撞你这个方向。这边用减时间。因为你减时间，你的那个冷却时间就越多。为什么要买那个效率？就是这样子。那个晶片不是买减少时间吗？就是为了这个。啊，你这个技能又减少时间，整个人都直接哇无情输出。打这个雷射当法师，还是没有这个。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踩到，要出去再踩。你看那一只怪血量基本上有500，可是我现在就可以直接秒杀，得益于它的叠层，叠层之后又有那个超频伤害，超频又有伤害溢出，基本上你只要超频的话，伤害都溢出了。那它伤害溢出怎么判定？就是它那个血量，它血量低于你的伤害高于它的血量，剩余血量，基本上就溢出了。然后这种环形单位就看，
我这边继续点超频啊，这个拉被动，这个判断不一定要看蓝色好就买。我这边还在研究说这个到底是干嘛的。他跑3次，满足才触发，然后要3招，那我干脆不要，干脆不要的。看不懂的我都不点。因为这个刚出的时候还没有太多人研究，而且要交叉比对去让它测试输出，其实也是蛮复杂的，所以就会先以自己的概念玩。啊，这边选了脉冲了，选了一堆脉冲跟增加那个执行链，增加执行链就是为了让它更有效的去打击输出。所以你看，我一直在刷金，一直有伤害，在这边刷金买。这个是我不应该买的，这个我没有要买。我在最后的时候又不知道用它干嘛，所以这边没有想好。其实要有很清楚的那个架构，就是你那一笔钱是为了给下一笔钱做铺垫。所以这个时候我才会准备这么多序列，这些序列没有怎么输出，它需要更多的输出去补充。这边看我怎么读，这边下方只有1条，对不对？把它用成2条，然后这边不知道用它干嘛，先用3，让它3。用3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个时间左边那个毫秒，现在目前是1.5秒用一次。这个越低越好啊，不能太高，你太高的话，输出就下滑了。输出下滑就会影响怪物的血量，它可能就活下来，就会堵你的路，你就不能无情减经验。这边看状况，比如说我这边需要补，怎么样？命中是最强。给最强的半超频，来这边再补超频 ，OK， 刚好。对，很快啊，钱就很快啊。如果你钱不多的话，根本没有这个选择。你看我 DPS 基本上也翻倍，已经破1000了。当然，这个伤害其实是看你的那个现在怪物血量。现在怪物血量高，你的伤害就高。现在普遍怪物都红色，偶尔穿插金色，蓝色还有啊。然后一样用减时间，用减免时间啊，减免技能时间，增加攻击射程，还有叠层，是这一只角色的核心关键。而前面的运营，我觉得大家的角色都一样，所有角色都是要运营。才5个嘛，这个我讲每天的挑战应该会不一样，有5个让你就够了。踩点了，踩点，踩一踩就去拿经验。你看这么多怪，这个一只怪都不一定会掉，掉大颗的，这个很多，你看一次大颗的都是血量很厚的，你看。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刚才一堆怪没有过来，倒在路边的就这样，然后一直无情弹射，而且弹射还能穿透，穿透之后又溢出，溢出之后又穿透，穿透之后溢出，完美闭环。你看这样秒伤一直跳，一直跳，右下角1600、1900、1000呢，常驻哦，本来都300-500而已，现在都常驻1000，有时候2000。你有出那个小怪王的话，然后这个时间转换器就是每100毫秒增加1%，是不是？还是还是10毫秒？我没有特别记。总之就是加伤害。现在就是加总体伤害为主。不能再加那个1点2点，那1点2点前面可以用，而后面根本没用，就前期过度用的。如果你熟练的话，你新手的话可以点，
所以你就会有一些熟练度，你就可以不用点，不用点就没有那么麻烦。因为那个伤害其实你看现在随便打到100多、100多、200多，靠叠层。其实这些伤害不是靠那些雷射啊、脉冲，基本是靠那个靠超频。超频之后会增伤，它增伤之后再去打，又会吃它的伤害。我记得我的那个晶片有放那个按照我的超频去打伤害的，所以它那个突然爆发超高的。这边一样转换伤害，100毫秒加1%嘛，5.1秒加1%，你点越高就加越多伤害。这些伤害在目前也是一般般。刚才看到跳2000，快3000，DPS 越来越高。怪的血量越高，然后数量越多，伤害就越高。所以其实也不准确啊，但你很明显可以发现，地图上都是一堆经验值，就是挂掉的怪，所以踩一踩没差。把它点一点啦，然后点一点。然后继续跑圈，然后注意时间，你看右上角已经23分钟了，但是目前的挂已经完美拿下，所以没有太在意这个怪物是怎样，血量还是满的。如果你前面运的没有特别好的话，你现在应该伤害不够，伤害不够就一堆怪，一堆怪你就要撞它，因为数量太多，你必须撞你才能活下去。可是你现在输出溢出，真的是完美溢出了。你溢出你就不会碰到怪，你不会碰到怪的话，你就不会扣血，就是要注意那个弹道啊，可以发射炮弹那个怪物，要注意一下那些，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。这边继续点趴伤啊，这个都是趴伤啊，那个中间那个额外伤害那个不要点，因为你要有10条，那个晶片要有且额外伤害，你点得到用。来看一下，一直跳，从左边跳右边，右边又跳左边，一直跑，一直弹，一直弹射。等我捡不完了，这个时候我就很想念第一只有那个特别技能，就是你打到怪，然后他会把他的经验值直接骑到你身上，你就不用去捡。通常我那一只我会先把那个点满，或点到5等，5等就够用。可是目前挑战还没玩到它，所以这边就先看看。第一只玩，第一天玩那一只挑战，其实体验还不错。看这时候就开始爆怪，金色是体验最多的，速度又很快。如果你那前面伤害没有那么高，基本上你现在就已经要被撞，一被追杀。你看现在输出很高，2000，好像3000多，然后又收掉了。开始帮我显示25分05秒，左下角有1分钟的时间，1分钟时间它会有个像吃鸡那样子，有个墙缩短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暂停它一下，之前没有吃的暂停，开当验证。加减先拿经验，最后1分钟的时间加减拿经验，看看能不能再升等。钱应该是够用的。当然，这个还是要把握机会去踩点，能踩就踩，增加胜率了。看到没有？右下角那个，有光要过来。这个防火墙碰到不会挂掉，碰到之后每秒在圈外就是扣5滴。来这边选指定暂停，这边继续加减减一下。能减就减，不能减就算了。基本上这个等级也升不了太高了，顶多升个10%、20%，所以减不减没什么差。它这个时间点会突然没怪，26分钟的时候怪会消失，然后会准备时间。这个准备时间就是给你准备装备的，虽然你点进来这边的时候就暂停，这边就打最强的敌人，每层超频层数。比如说我叠到100层超频，我就可以打3400伤害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关键了。
点到这个你就不一样了。可以说运气不错。你这边看一下要怎么配。那这个配法只是参考而已，不是一定。我自己觉得这样子玩起来比较舒服。因为要补输出，所以什么超频啊，那个上一轮买的那个超频就派上用场。你看到我很多那些命中石都还没装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就要买输出。这时候还在考虑说要不要买推理，因为那只怪跑进来会爆炸，所以我好像我点吗？啊，我应该点推理才对，这都点错了。这时候想要说点玩家，然后再推理，他就以我这边推，结果我在回过神来发现，为什么没有？这个就是没有选到，所以这边买错了，但没关系啊，还是可以买伤害。这个选择协议玩家就是你这个脉冲发射出去之后，以你作为节点再发射什么东西，可以是额外伤害，可以是超频，可以是脉冲，这边都看个人。它设计我觉得不错。那个判断啊，判断我其实没看懂，单次然后跑2次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不晓得。所以你不熟悉的我就没使用，我只使用我熟悉的。这边其实没有特意要拉，这边拉就只是为了美观而已。这边看梗，你也可以乱糟糟的，但是方便给你们看说技能跟它的名字、技能效果这样子，还有时间。我觉得现在用录影的方式，所以比较高清了。如果你看我直播，有时候会卡卡的，就有时候画质太低，它就不见了，看不到。要用那个 WiFi 直播，命中值额外多打这个。好，因为钱用的差不多了，然后都要想说，我主输出要不要把它拉过去？有的时候我想说把它拉过去，因为你打王冠哦，你打王冠基本上很难在一出了，所以你就是依赖你的主输出，你的周期触发最左边那个核心节点。每1秒1次嘛，然后下方都是溢出的时候，可是你打那只网肯定不会溢出，所以很多伤害会溢出掉，所以你才会看到我这个便利不知道怎么用，因为它有个问题就是执勤33%才会执勤，几率触发的我就没有很喜欢，因为你有时候不触发就是刚好缺这个伤害啊，刚好完蛋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好吧，只能说选错了，但没关系，长经验了。因为把他的名字拉的好看一点，但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我怎么点的。这个就是参考了，因为每一场都不太一样，每一场都运气，只有前面几次是固定的，后面都运气。对，都在跑。这个时候我就卡角落，就是为了优先打到他。这边不小心手滑按到外面，你滑鼠点右键的话也是会点的哦。你可以用 WASD 去移动，也可以用滑鼠右键。然后大概在过了几秒，它那个火冒起来，它炮弹出来就代表说它出现了，看大概47秒，22分47秒。这边要先躲弹。先让他靠近，炮弹都很多，打1发是15滴，所以你只要吃到6发，吃到7发你就过来。然后他自爆30滴，最好不要接到自爆。这一只是金色的，金色打6发，然后自爆也是最高伤害，好像45，我没特别记，30还是45，
吃到100，打10滴，但是没关系，它出现很多，有些是普通的金色，那只金色的网，给你们打掉哈。你看到右下角伤害吗？突然爆一下，15000，然后8000，我这边消失了。你们要记得躲弹，你躲掉第一波前面第1分钟的时候就没杀，后面就会出一堆小怪，小怪就是给你叠那个叠超品的，因为打到它一定溢出了嘛。那溢出小怪的话，又会打到那只炮弹王身上，那只炮弹王就吃到那个伤害，会很痛。这边你可以用听的方式，你听那个音乐音效，你那个炮弹、雷射啊打到怪的时候会有音效，你那时候听就知道说你有没有打到，因为你这个地图太小了，画面太小了，是从下方左方看不到，上方勉强看得到，所以你要贴，然后去听听看你有没有打到，不要超过1000万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就继续维持时间。你第一波只要撑住了，通常会有2分钟的时间给你慢慢熬。这个时候也不会升等，因为你也捡不到经验，然后也没有钱，就是等下一波这样子。运气好了，有个加20滴血，28。这边就一样。为什么要随机跑？就是防止那个炮弹直接秒你。最后1分钟，这个影片升到30分钟。老实说，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升到30分钟。大概剩几秒的时候，小怪出完了。出炮弹的时候是在几分？还没，现在还没出，现在都小怪，偶尔有大只的准备跑进来。这边基本上撑不过去了，剩下20秒，大概是这边吧。炮弹出来，剩下10秒之后，49，29分49，他跑进来都会爆炸。看那个右下角 DPS 有没有看到？爆6万，可是没有秒杀他，所以就游戏结束。但也是破纪录啊，已经最高了，最高28了，他最高起来30，所以就算破台吧。这一只角色破台，还算蛮好玩的，挺有挑战性。